誰能想到一棵倒塌的大樹，硬是被男人給扶正，改造成為最隱秘的庇護所。內部不但寬敞舒適，外面還和環境融為一體，野獸來了也找不到你。這是在野外散心的阿信，被一棵倒塌的大樹擋住了去路。他對周圍環境觀察了一番，發現樹根底部非常的平整，稍加改造就能成為不錯的庇護所。於是他從背包掏出工兵鏟，在地上畫了個圈圈，接着就沿着標記線開始向下挖掘。由於這裡地質比較鬆軟，很快就將畫圈的區域向下刨了30公分。接着阿信繼續化身人形挖掘機，沿着地基的外圍刨出一道溝渠，這就是搭建牆體要用的基坑。完事後，阿天又從背包掏出祖傳的鋸子，走進叢林尋找搭建材料。這棵倒下的樹兄正好可以發揮餘熱，於是阿信便對着它開始霍霍。一會兒的功夫，樹兄就變成木兄被抬了回去，再一根根的插入挖好的溝渠內。看起來高度參差不齊，但其實都是阿信的精心設計。隨着半邊的原木牆體制冷好，還要回填沙土將縫隙給夯實，接着繼續拿來原木搭建另一半的牆體。缺口的位置是阿信預留出的窗框，只見他收集來許多的樹枝，編織出契合牆體形狀的框架，然後再鋪上木棍，用麻繩給綁好，就得到了一扇百葉窗。再以木棍作為軸體，安裝上去之後才能隨意的開合。完事後，阿信又在兩側牆體上方砍出相應的凹槽，架上原木之後，就得到了入戶門的門洞。為了讓室內看起來更加高大上，阿信將原木鋸成許多的圓盤，鋪設在地板上，就得到了實木地板。野外雖然物資有限，但只要開動腦筋，就能充分利用好周邊的資源，比如這種裂開的大樹，鋸斷之後就是純天然的木板。好在阿信這次出門帶了手鑽，能快速的在木板上面打孔，有了孔位就能将2塊木板進行拼接，就得到了寬敞舒適的床板。躺上試了一下，簡直不要太爽。接着又以同樣的方式，在木板下方鑽出4個洞洞，插上削好的木樁，就得到了一張堅固的乾飯桌。隨着家具的打造完成，阿信開始搭建屋頂，把原木架在牆上，就得到了屋頂的橫梁，而後再用麻繩固定上船子，只要繩子綁得足夠牢，就算在上面唱跳打籃球都不是問題。完事後再將多餘部分給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就可以鋪上樹葉對屋頂進行密封。阿信堅信想要在荒野有名氣，屋頂就必須要帶點綠。接着阿信又去薅光方圓幾公里的苔蘚，這來自大自然的饋贈，正是密封牆體縫隙的絕佳材料。原本以為到這他的庇護所就搭建完成，沒想到這時阿信才開始他的騷操作。只見他掄起斧子，對着樹幹一頓猛烈輸出，硬生生的將粗壯的樹幹給攔腰砍斷。接着利用槓桿原理，想要將樹根給支棱起來，但結果卻是紋絲未動。無奈之下，阿信只好從百寶箱取出繩索和滑輪，再將滑輪組和絞盤給設置好。通過滑輪組的力量，倒下的樹根終於逐漸的給支棱起來，停靠在庇護所的屋頂上，正好能將整個庇護所給覆蓋住。現在終於知道當初屋頂的斜坡為何朝內。這時開始淅淅瀝瀝下起了雨。阿信繼續拿來木棍編織門框，安裝上去之後再塞入苔蘚進行密封。現在他的庇護所就算搭建完成了。經過一天的日曬雨淋，阿信也感到有點飢寒交迫，於是從百寶箱掏出壁爐給點燃，暖了暖身之後，終於到了愉快的乾飯時間。起鍋燒油，將肉餅煎的外焦裡嫩，搭配上卷餅，那叫一個美味。炫完一個才飽了3分，荤素的搭配才更加的營養。吃飽喝足之後，阿信躺在床上就安詳的睡了過去。